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行了，谢谢你。你的家人，他们还好吗？他们到现在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，尤其是我岳母，她吃不下睡不着，我担心她会撑不住啊。这也难怪，才短短的1年，丈夫和女儿都死于非命，是谁也接受不了。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比起彩珍，我算是幸运了。希望美琪的妈妈也像你一样，逃过一劫。当时的情况那么危急，你怎么那么确定推曼宁下楼的那个人就是唐文海？虽然他把帽子压得很低，我看不清楚他样子，不过他身形真的很像唐文海，应该没错。有一点我真的想不通，唐文海跟曼宁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为什么一定要置曼宁于死地？而且警方已经在通缉他了，他竟然还敢下手。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律师，就算没有亲自接触，也应该听说过有不少丧心病狂的杀人犯吧？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解读他们行动背后的目的啊！可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，上一次他是在公共场所下手，而这一次他是处心积虑跟踪曼宁到隐秘的地方才下手，这证明他完全没有失去理智。可能他就是想到上一次太张扬了才会失手，所以这一次才会计划周全。我猜唐文海只不过是个粗人，他会为了报仇花那么多的心思吗？而且在得手后不马上逃离现场，还想把目击者赶尽杀绝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？都已经杀了人了，再杀一个也不稀奇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连你也杀了？算我命大吧。也许当时他以为我已经死了，我只能说，我很庆幸能逃过这一劫，能有机会在这里跟你说话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这么多。你这一次死里逃生，我应该替你高兴才是。没事，这是你一贯的作风，不是吗？我实在不认同你的做法。其实艾多尔说的没错，罪犯的心理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。你不应该相信唐文海的片面之词，而去怀疑他。我知道我的猜测听起来是有点荒谬，但是我不是平白无故就怀疑他的。温曼宁在出事之前，确实是有来问过我关于艾伟的行踪，结果不到2个小时他就坠楼了。真的有那么巧吗？你知不知道温曼宁调查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管他查到什么，肯定都不会是好事。你要我帮你做什么？陪我去一个地方。
出来吧，是陈律师叫我们来的。观察了这么久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没有警察跟来，有什么事，我们面对面谈。我相信人不是你杀的。我们是来帮你的，有什么话不妨跟我们说。陈律师呢？为什么没来？陈律师认为这件事只有我才能够帮得到你，是他叫我代替他过来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，只有说出真相，才可以帮你洗脱嫌疑。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问曼玲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没做过，我只要他过得不得安宁，干嘛杀他？你有什么证据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没杀就没杀，要什么证据？算了，反正你们一早就认定人是我杀的，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大不了跑路。你要什么条件才肯说？没有必要跟他讲条件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做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难道你甘心这样躲一辈子吗？算了吧，无凭无据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他？走吧。等一下，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记得下次再来找我哈。拜拜哈。请问你是不是丽丽？你放心，我们不是警方，只是想跟你聊几句。请问前天下午1点左右，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？没见过怎么会在一起啊？请你看仔细一点。我呢，一般是不看脸的，其他部位就很难说了。事关重大，认真一点。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人可能跟一宗命案有关。他说你是他的时间证人，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，那就等警方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看就看咯，干嘛用警察来压我？再看清楚，你认不认得他？没见过。你确定真的不认识？说了没见过就是没见过，没时间应酬你们。唐文海应该是在撒谎。不可能。如果他当时没有跟李李在一起，那他为什么要我们来找他？还有，你看他刚才的反应，很明显的就是心里有鬼。他们应该是认识的。我相信唐文海是故意打发我们，好让自己有时间潜逃。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。我猜他是怕惹麻烦，才会随便敷衍我们。那你把消息交给警方吧，让他们去查。我答应过唐文海不会报警，我不能不讲信用。对一个嫌犯讲信用，你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？我是对事不对人。如果他真的是凶手，他为什么会主动联络陈律师？这根本就不合理。你宁愿相信一个嫌犯，也不要相信 Edward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你们在一起合作了10几年，你真的相信他会这么做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是故意要质疑你。以前在M1，你2、3天就来跟我吵一次，我还会介意吗？虽然我经常跟你吵，但我还是很欣赏你这个老板。我也很遗憾，当初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让你离开 M1？是不是唐文海回复你了？是律所的事，我要马上赶回去处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反正不顺路。你已经陪了我大半天，你还是回去医院陪美琪吧。我先走了。这一道看起来不错啊，可是我跟着食谱做，但味道出来怪怪的。是不是我用农场鸡的关系啊？如果有你在就好了。你不必那么担心，你妈不会有事的。医生有没有说你几时可以出院呢？我也很想要知道，但他们就是不让我出院，说如果擅自出院的话，后果要自负。那你就应该乖乖的待在医院，好好的把病养好。其实我觉得我身体已经好很多了，我现在参加马拉松赛跑都没问题的。我觉得是这家医院呢，想要骗我住久一点，趁机呢可以赚取医药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等一出院呢，马上告他们。医生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
那我只好看在这里的护士小姐身材还不错，多住几天哦。你说，如果这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交换生命的机会，那该多好！你想说什么？用一个阴险狡诈、唯利是图的无良律师的命，去换一个桃李满门、凡事都为学生着想的好校长，那该多划算！如果可以真的换命，我愿意跟我妈交换。你不行，你有女儿，有爱人，有朋友，最重要，你有良心。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哎，了无牵挂。这种事情当然让我来换最适合。我是认真的啊，你就让我在临走之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不好吗？我也是认真的，你一定要把病养好。知道了，唐律师。谢谢你啊。一鸣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叫你在加拿大等我的消息吗？你没事吧？发生这样大的事，我当然马上赶回来看你啊。你这趟回来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啊。你快点走吧，找个隐秘的地方住几天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出院就马上来找你。为什么我不可以在这里陪你？呀，你听话，你还是快走吧。还有啊，这段期间你谁都不要见。如果遇到熟人，你就告诉他你回来处理一些事，马上就要走，知道吗？你老老实实跟我说，你小姨子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快走吧，我太太就快来了啊！走吧。我不走，她来了不是更好吗？你不是答应我要跟她说清楚我们之间的事，趁机跟她提离婚的吗？还是你根本就没说？我一办完丧事就找机会跟她说，行了吧？走吧。我希望这一次你不是在敷衍我，你不要忘了我帮过你什么。在想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约好了殡仪馆的负责人吗？对方临时有事，改成下午，所以我趁有点时间就上来了。应该争取多点时间休息。家里的事已经够你累了。我也想出来透透气。妈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啊？现在总算肯吃点东西了。我让她吃了安眠药，让她好好睡一觉再说。而且在家里有家人看着她，我也放心了。辛苦你了。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？是啊。刚才我的同事来看我，怎么了？难怪有你人香水味。哦。我到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我去问过丽丽，她说她根本不认得你，你到底有没有骗我？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跟我说？这一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才对。我们之前明明就见过面，后来我想起了，你跟那个检察官是一伙的。那天在停车场偷袭我的人就是你。你误会了。大锤，出卖我！我没有。唐外，马上放下，不然我们真的开枪了。你开啊！我要他一起陪葬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自首，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，还你清白的。你别装蒜了，明明是你和他们一起来抓我的。你死吧！麦律师，你真的不要命了是吗？你不报警就算了，居然还自己跑来跟一个通缉犯碰面。要不是安顺一早通知我们，你今天搞不好就被弃尸荒野了。我不是不想跟你们警方合作，我只不过想自己查证一些事实，有了真凭实据，我才会通知你们。说到底，你分明就是不信任我们警方。你从一开始就认定唐文海是凶手，你说我怎么跟你合作？你放心，我已经叫人把那个丽丽找回来问话。唐文海到底是不是真凶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徐警官，
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一定要派人保护美琪的妈妈。我真的很不明白，无凭无据，为什么你就一口咬定古律师就是凶手呢？我没有说一定是他，只不过，如果唐文海真的不是凶手，那真正的凶手，下一步他会怎么做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指证我的，你不要怪我。放心吧，我们绝不会再让凶手有机可乘。艾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来看美琪的妈妈。就你一个人，怎么没有护士陪着你？我没事，不想麻烦他们。美琪啊，你妈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转？还是老样子。哦，希望她早日康复。谢谢你。那先回房休息了。如果你妈有起色，记得马上通知我。我会的。好好照顾美琪。我会的。你也保重啊。艾文是凶手？怎么可能啊？古天林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当时他身上带着伤，还一口咬定凶手就是唐文海。照理说，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的证词。问题是，我们刚刚问过那个莉莉，她终于肯承认，事发当时，唐文海确实是跟她在一起的。之前我跟米歇尔去找他，他为什么没有说实话？他说唐文海是个暴力狂，事后还警告自己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见过他，不然就回去找他算账。如果唐文海不是真正的凶手，那就是艾文在撒谎。他很聪明，他强调凶手犯案时戴着帽子，所以即使我们有证据证明凶手不是他所说的唐文海，他也可以推说是他自己先入为主，判断错误，而不能说是他有意误导我们调查方向。最重要的是，唐文海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。这件事暂时只有你们两个知道。总之这段时间，尽量跟他保持正常来往。一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立刻通知我。好。请问你们是Michelle吗？节哀顺变。节哀顺变。谢谢你们，请到外面坐吧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又不需要你来反击。李正，你立刻给我滚！我这里不欢迎你。医生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这女人搞到我家家，还要大摇大摆来示威，我怎么可以放过她呢？你是害死我爸的凶手，我家搞成这种地步，就是拜你所赐。郑仁明，带你妈跟外婆进去休息吧。外婆。不，只有这个女人还站在这里，我绝对不会离开的。医生，我看你还是先走吧。你对那么好干什么呢？那么客气干嘛？你这个坏女人，你给我滚！滚啊！听到了没有？滚！对不起。米歇尔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我以为
他们会用扫把把我赶走。现在他们算是对我手下留情。其实你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我只是想讨个心安。我明明知道温曼宁的死是有疑点的，我也没有主动的去为他做点什么。这辈子我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他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要这么自责。当初要不是我把他父亲的丑闻挖了出来，现在他们一家应该过得很好吧？虽然人不是我杀的，但是他确实是因为我才身败名裂。这个罪名，我注定是要背负一辈子。你的伤势还没有复原，医生这么快就让你出院了？我只是申请出来办丧事，等一下就回医院了。你妈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她的情况比较稳定，相信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那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听徐警官说，汤温海已经被伏法了，但是警方还继续保护你妈，是不是警方怀疑他有同谋呢？是我向警方申请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凶手可能不是唐文海。不明白。你该不会认为我在撒谎吧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听警方说，他们可能找到唐文海当天不在场的证据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的。你说过，凶手干案的那天，他戴着帽子，可能你认错人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？我看警方这几天会找你录口供。我今天再去想想，看看凶手还有什么特征。我就是担心，凶手如果真的另有其人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妈，所以我才向警方申请保护。Edward，我觉得你也应该这样做。好的，我会考虑。Daddy， 不好意思，我要找我 Daddy。不打扰你们了。Daddy， 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如果Edward真的是凶手，那他现在应该在盘算下一步该怎么走吧？如果我是他，一定会销毁所有对我不利的证据。可是现在昂提有警方保护，他应该不敢轻举妄动。你说他会不会趁这个时候离开这里？他要走的话，早就走了。Edward最在意的就是他的事业，不到最后的关头，他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坦白说，我真的不希望真正的凶手就是他。我也不希望是这样。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可能是来见某些人吧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报警？你们看，那是谁？你来啦？进去再说吧。你的行李呢？不用了。收拾好了吗？哦，
快收拾好了，我们的班机是11点的航班，还有时间的。我们很快就可以拥有属于我们的2人世界了，开心吗？当然开心。我还以为你会舍不得这里。对了，哎，死太多。 我去你家威胁我！艾文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快开门给我进去，艾文！艾文！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郑毅说他10分钟之后赶到。我想上去看一看。不如等徐警官来了再说吧。我陪你上去。嗯，有什么事我们电话联络。嗯。叫救护车。 顾太太，是不是艾文做的？艾文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艾文不会这样对我的。魏正义，快点过来，这里出事了！上车。米莎怎么会突然关机的？我也觉得奇怪，我还是出去看一下吧。你小心一点啊。也是。喂，美琪，什么事啊？你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你能不能马上赶来医院啊？你妈的病情突然间出现状况，现在医生帮她抢救，你能不能马上赶过来？我马上过来。为什么会在酒店楼下出现？你跟踪我？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满身都是血？我的事你知道多少？艾文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去自首吧。我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，继续开你的车。正义，我找不到米肖，连我的车也不见了。恐怕应该是被古天林抓去做人质了。如果是这样，米肖会有危险的。先不要太悲观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古天林未必敢对他怎样。而且我的人现在已经在做事，古天林这一次一定跑不掉。有没有查到死者的身份？目前只知道他叫 Amy Wong。刚才送古太太入院的时候，她说她来这里是因为怀疑丈夫有外遇。本来一心想抓奸，没想到居然遇到这种事。为什么要杀她？这就要问她本人了。不过我们在那个女人的衣物里找到2张今晚去加拿大的机票，其中1张是给古天林。这么说，她想逃走。那之前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，温曼宁的死还有安体的受伤都跟她有关。之前古天林说他跟温曼宁在天台见面，是要谈他外遇的事。如果他的目的只是要隐瞒这件事，他有必要杀这么多人吗？最起码不可能连他自己的情妇跟老婆都下手吧？当中一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隐情。美琪，
张小姐，请你放心，病人的心率已经恢复正常。妈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妈！我告诉你，以后没有我的批准，我不准你走，知道吗？没路可走了，听我说，不要再逃避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已经那么多条路被封了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大回头，大回头！我们到处乱换也不是办法，你总该给我一个目的地吧？去 MA， 走啊！我以为我走了，你会把名字给换掉。如果连名字都改了，还会是 MA 吗？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你明明还有其他选择的，没有必要堵死自己的路。问曼宁，到底查到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向他下毒手？我没有，曼宁不是我杀的，曼宁是他爸害死的，是温树人害死他的。温树人的死不是意外。该死！还是联络不到米莎？还没有。根据徐警官的推测，如果他真的被挟持的话 ，Edward 暂时不会对他怎样，所以你不要太担心。我过来帮你。你过来也帮不到什么，还是留下来培养地吧。一有消息我马上打给你。好，你小心一点。嗯，会的，拜拜。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消息？我们从古天乐的手机定位系统找到了他的位置，现在就过去。我陪你们去。你去做什么？留在这里等消息吧。我毕竟跟他共事过，说不定能劝他自首。到时没有我的指令，你不能轻举妄动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你绝对不会想到，就在你以前公司里。他的死是他咎由自取。他一直看不起我这个女婿，还搞破坏，说服我离开我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 MA， 然后让我在事业上抬不起头来。温树人，你一个人死就好啊，为什么拖曼宁下水？让曼宁怀疑我，
曼宁死得很冤枉。打了这么多年官司，见了这么多杀人犯，真的很难想象，面对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是怎么下得了手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杀人是很容易的。我告诉你。 我刚才杀了Amy，还有我太太，因为他们知道太多了。你连你太太都杀了，那Amy又是谁呀？那天，当温书人心脏病爆发死了之后，当我从他房间走出来，竟然让我遇到在酒店工作的旧同学。我怕温书人的死一曝光。 Amy 会是第一个怀疑我，所以我就故意接近他，给他一些好处，想尽办法堵住他的嘴。我甚至说服他，用他的职权帮我毁掉所有对我不利的证据。结果他全部都照做了。Amy 那时刚刚离婚。 他生活很寂寞，所以我就假装追求他，我还骗他我会跟我老婆离婚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啊！你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，甚至可以不择手段。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在温家受了多少的气，但是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 都是活生生的人命，你怎么可以下得了手？亲人，他们有把我当亲人看待吗？没有。这么多年我付出那么多，得到了什么？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不是，他们根本没有尊重过我。那美琪的妈妈呢？你们曾经结过婚。 难道你连一点感觉都没有？那是他的不幸。为什么偏偏在我跟曼宁挣扎时候出现？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会指证我的。你杀了人还找那么多的借口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知？ 是，那你呢？为了打赢官司，你什么手段都用尽了，你跟我是同类的。至少我肯面对自己的错，我肯去面对、去弥补，而不是一错再错。而你呢？你眼中只有你自己，你有今天，根本就是你一手造成的。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？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！是不是我现在杀了你？我相信你会杀了我，因为你根本是懦夫，你不敢对自己的错去承担一切，你除了逃避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根本就是懦夫，你是懦夫！我不是懦夫，你是懦夫，我是懦夫。 疑犯现在向天台走去，你们两个去艾美丽搜索，其他人跟我上天台，你跟在我后面，记得不要轻举妄动。大家小心，对方很有可能挟持人质，身上有危险的武器。Action！ 我
我爸呢，是我见过男人当中最好的2个，只是不知道好男人什么时候会闹革命。万树人，我知道在你眼里，你根本没有我这个女婿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家人看待。万树人，你是什么大法官？我呸！你没有资格看不起我，因为真正心术不正的是你。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还是你爸？他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吗？没有，他为了一场官司断送我一生的前途，他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看待，一切都是他错。哎呀！妹妹！不要乱来，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古天林，你把麦律师藏在哪里？说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先下来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人是我杀的，要定什么罪名，随你们喜欢吧。可是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抓到。不要！千万不要！阿哥，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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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我相信，你除了逃避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根本就是懦夫！我不是！海文，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啊！古天林，你为什么没有勇气面对我？刚才为什么不杀我？因为你还有良知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不是你想要的。你的本性根本就不坏。你以为就这样子抄下去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？你只会让看不起你的人永远嘲笑你。还有在乎你的人，你要让他们痛苦一辈子。那你呢？你还在乎我吗？我在乎你，但我求你，不要用这种方式去逃避你犯下的错误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古天林，去面对法律的制裁，好吗？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